在美国加州北部极度孤立的失落海岸腹地，有这样的一片海滩，它见证过原住民 Sinkyung 辛基翁人几千年的世代栖居，目睹过一段几乎被抹去的暴力往事。19世纪末，这里曾是伐木工人的热土，是西海岸最喧嚣也是最危险的出海口之一。20世纪初，这里又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牛羊成群、岁月静好的田园风光。但最终，大自然收回了一切，人们撤退了，曾经的港口锈蚀消失在了海雾里。无论是工业狂热撕裂的红杉林，还是惨无人道血腥屠杀的历史罪证，都被太平洋的季风和疯狂生长的植被悄然缝合。这里是 Needle Rock 真岩，一个被时光遗忘却又充满了故事的幽灵港口。今天我将深入失落海岸的核心，去探寻这段被遗忘的历史。上一期我探索了挤满晒太阳的北向海豹的 Punta Gorda 灯塔，意外发现了一辆被挂在树上的皮卡。在一片俯瞰太平洋的绝美营地休整一晚后，我继续启程，目标是失落海岸南端的 Usal Beach。其实从这去 Shelter Cove 走山脉东侧的 King Peak Road 是最稳妥最省事儿的，但只要你的车有4驱，同时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，我绝对推荐来走这条 Saddle Mountain Road。 它是一条南北向的土路，直接走在国王山脉的山脊上，一侧是坠入太平洋的险峻的山谷，另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内陆群山。车开在刀锋一样的山脊上，这种驾驶体验非常独特。原计划今天在 Shelter Cove 的 RV 营地过夜，但这天正值美国独立日，营地爆满，所以今晚准备直接干到 Usal Beach。 鉴于我完全不熟悉下午要穿越的 Usal Road， 我决定留够时间跳过 Shelter Cove， 直接前往今天的第2站 Needle Rock 真岩。这或许是加州最难抵达也是最原始的州立公园之一，顺着狭窄的林间单车道颠簸了5-6公里，我终于穿出树林来到真岩。刚才是交了8块钱的 day use， 就是白天在这儿的停车费。跟这有一志愿者聊了会儿天，他跟我讲这整个地方只有这一个房子，还有后边刚刚路过的一个 barn 谷仓留下来作为这个遗迹，其他的原本这一片其实都是有建筑的，但是都给拆了。完了1920年代吧，好像是说建的这个农场。完了这边有人在这儿放牧，其他的这些遗骸啊遗址啊剩下的都没有什么了。很偏的一个地儿，也只让用帐篷露营，不让用车露营，所以今天看一眼就继续往 Usal Road 走了。来进这个以前的农场看一眼，小木屋里边应该会有些资料来讲这块的历史。如果你不了解这片土地错综复杂的历史，大概只会惊叹于它的荒凉、偏僻与绝美。但在这间看似平静的小木屋背后，藏着这片海岸被多重岁月反复改写的过去。几千年前，在任何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之前，新基翁人的祖先一路从极北的阿拉斯加跋涉至此。他们是一个与地形共生的民族，在失落海岸建立起了约70个永久村落和季节性营地，还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季节性生存哲学。当狂暴的冬季季风席卷太平洋时，他们会退守到内陆溪流边的固定村落里避寒。在这里，他们打开河口的沙坝，迎接成群的鲑鱼洄游，靠着丰收的鲑鱼熬过漫长的严冬。而当气候回暖，夏季来临时，他们会翻过山脉，迁回海边。内陆的山野是他们的粮仓，用来采集浆果、橡果和各类植物根茎。而像 Needle Rock 这样的海岸线，则是他们的夏季猎场，捡拾海藻贝壳，猎取海豹、海狮。如果偶然遇上搁浅的鲸鱼，那便是大自然丰厚的馈赠。在这如同钟摆般的季节迁徙中，神圣的红杉树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。他们用红杉造房子、做独木舟、编篮子、织衣物。几千年来，他们用可控燃烧管理草地，用顺应四季的规律精细地照料着这片土地，直到这场持续了无数个世代的宁静被彻底打破。加州在1848年发现金矿后，白人定居者大量涌入北部海岸。定居者们带来的不仅是枪炮，还有成群的牛和猪。家猪漫山遍野地啃食掉了原住民赖以生存的橡子。短短几年，饥荒在这片曾经丰饶的土地上蔓延。绝望的原住民杀死牲畜求生，定居者则以保护财产之名展开报复。州议会甚至通过法案，允许将抢来的原住民儿童合法作为奴隶和劳工贩卖。私人武装、民兵和正规军通常会在午夜或拂晓包围原住民村落，使用火枪进行无差别射击。
大量的新基翁人被逼至失落海岸的悬崖边，随后被直接开枪射杀，或成百上千的推下悬崖坠入太平洋。这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历史证据，来自一位叫 Sally Bell 的新基翁女性幸存者。大屠杀发生时，她还是个小女孩。几十年后，作为这段历史为数不多的见证者，她向人类学家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族身上的惨剧。她说道：“大约早上10点钟左右，一些白人来了，他们杀死了我的祖父、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。我亲眼看着他们这么做的。然后他们杀死了我还在地上爬行的婴儿妹妹，把她的挖了出来，扔进了我藏身的灌木丛里。”到了1860年代末，新基翁族群几乎被灭绝，疾病与饥荒夺去了一批，剩下的人被杀死、被奴役，或被赶往远离家园的保留地，并入了其他部落。一个民族的记忆，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，就这样几乎被从地球上抹除。大屠杀之后没过多久，牧场和伐木业相继涌入，这片海岸迎来了新一轮的开发浪潮。失落海岸全是悬崖峭壁，几乎没有一处天然良港。人们因此发明出了一种十分离谱的运输方式，他们把原木直接从悬崖顶推下，顺着铁索滑道滑向数10米下方等待的帆船，任由船身在暗礁和巨浪间起伏，赌上性命，只为接住这凭空而降的木头。这样的锚地被称为 Dock Hole Port 狗洞港，意思是仅够一条狗转身的窄小停泊点。而我所在的箴言就是这样的一个港口。1880年代末，一个叫 Calvin Stewart 的伐木商人来到这里。沿海触手可及的红山早被砍伐殆尽，他想要的是更深处山林里那片真正的原始红山。于是他计划修一条铁路，顺着山势一路爬向内陆，再建一座锯木厂，把这里变成一整座木材重镇。眼看这计划就要实现，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把资本市场给震了个粉碎，项目的关键投资人也在前后相继离世，锯木厂的计划最终流了产。1907年，最后一艘船离开了 Bear Harbor， 这里此后再没有商船靠岸。即便如此，几十年来一船接一船运下山的木头，还是把环绕 Needle Rock 的参天红山剃了个精光，直到山坡上只剩下满目疮痍的树桩。Stewart 并没有就此离开，他就地转行，靠着这片土地做起了牧场生意。1920年代，他和家人在真岩盖起了一栋小木屋，作为这片新牧场的落脚点。这份岁月静好，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。1975年，加州政府买下了这片牧场，将它并入新成立的新基翁荒野州立公园。遗留下来的老木头房子也就成为了我所在的游客中心。1986年，当 Georgia Pacific 伐木公司准备砍伐失落海岸内陆最后一片老生红杉林时，新基翁人的后裔与环保组织联手，最终打赢了旷日持久的官司，并将那片红杉林命名为 Sally Bell Grove， 用幸存了那场大屠杀的女孩名字来纪念部落历史。同年，参与诉讼的不同部落后裔们正式组成了跨部落联盟，并于11年后的1997年买下了公园东侧3844英亩的祖先土地，建立起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跨部落保护地。从1850年代屠杀的枪声，到1997年那纸迟来的地契，140多年的岁月兜兜转转，这片土地浸透了几代人的鲜血与眼泪。新基翁人的后裔最终从掠夺者的手中赎回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家园。离开真岩，我沿着 Usal Road 继续向南，直奔今天的终点——失落海岸最南端的 Usal Beach。Usal Road 本身谈不上有多刺激，风景也谈不上好看，路两旁的树林幽暗扭曲，看着甚至有些发育不良。毕竟这一整片区域100年前就被伐木公司剃了光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重新长出来的次生林。如果能穿越回1个多世纪前，抬头看着那些遮天蔽日的百年、千年红杉，这条路一定会更甚于红杉国家公园。在吃了一路的灰之后，我终于钻出树林，来到了期盼已久的 Usal Beach。经历了一整天厚重的历史洗礼和漫长压抑的烂路穿越后，现代文明以最喧闹的方式给予了我迎头一击。这 Usal Beach 有点过于热闹了，有在这摆摊儿的，完了前边这一片，好家伙，简直堪比 Overlanding Expo 了，和想中有点不太一样。前边还有用全地形车来收柴火的。客观地说 ，Lost Coast 沿途的海景至少排得上美国本土48州的顶尖水准，但这里确实偏远，补给很少，请务必至少开一辆带4驱的 SUV， 准备好额外的食物、水、燃油以及脱困措施。
千万不要在雨雪天气里尝试这里的泥路。同时，这沿途很难找到免费的分散式野营地，来之前一定要提前订好住宿或者查看好开发过的营地。最后，南半段的景色真的远不如北段，要是想来玩的话，真心推荐从 Ferndale 顺着 Mattoll Road 开，去 Saddle Mountain Road 看一眼，探索一下 Shelter Cove 就可以并回 US 101了。真的没有必要头铁去走完整的鱼扫 Road。行了，我准备撤了，不准备在这儿露营了，人实在太多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这就是加州的北部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